我是赵少康，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。今天很难得，我们请到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接受我的专访。好，柯主席你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。是，当然首先恭喜你的公子啊，在日本拿到博士学位不简单了哈。不过我刚刚也讲说，因为你跟你太太都台大医科毕业，那基因应该都很好，都很会读书才对了哈。理论上啊，理论上这样是啊，实际上是这样啊，一个就不错了，两个哦，理论上这个基因应该很好。那他为什么到日本去留学？一般都到美国嘛。哦，我跟你讲哦，常常这个叫，因为他的老师是东京地大的，他的硕士班指导老师，那所以就老师既然念就去介绍他的师兄弟，是，我现在很多时候也是这样，跟着很多人都讲说，老爸的话可以不听，老板的话一定要听，一起读研究所哈。那3月26号你的案子要宣判啊，那你当时要求是3月23到3月25，说希望到日本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嘛哈。对。那法官今天驳回了，说呢这个驳回你的解除禁管有被禁管了哈。他的理由是说我们跟日本没有引渡机制了啊，意思就是说，我想他好像的意思是说，我没有看那个裁决书的，就是你如果到日本去，如果你不回来，你也不能，我们司法也不能叫你回来了。如果你从日本到别的地方去，他更没办法，所以干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不准。那你要讲一下，不是啊，你事先有没有料到他不准？我只是不知道他用什么理由了。不过这个第一点呢，他跟哪几个国家有引渡条约的？根本没有，我看没有几个国家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你不能说因为国家无能，那在惩罚自己老百姓。不过最重要的是，总会有人认为柯文哲会逃亡。我想最希望我逃亡的是民进党，那不我逃亡不是就解决他的问题了？所以我们怎么可以让民进党得逞，所以一定不会逃亡了。但是你是这样讲啊，但是法律人他可能会担心呐。哎呦，这是这样的，这个就没有理由找理由，这个我总会逃亡嘛，这个想也知道，所以不准就不准，你何必找一大堆奇怪的理由？所以，我昨天还没回家，你知道，陈佩琪就自己打电话给律师，他很气，他说去抗告，要抗告吗？应该会吧，应该时间蛮紧哦，忘记了，哦，时间蛮尽量，是啊，不过抗告你觉得有机会吗？我也不晓得，反正。陈佩琪发文哦，说是被迫害哦，他有发文他发文你不知道啊？他每次发文都心惊胆战，不过他文章写得不错，我觉得他这个发文越来越 to the point 啊。那他就是从你出来当关起来，我看他每天就去声援你啦等等哈。那现在你们到底怎样？他现在到底他的压力一定很大啊。好多了。我刚出来的时候，他每天晚上睡觉做噩梦都会乱喊乱叫的。现在那时候忧郁症的药吃很重，现在半年下来也好一点了，好一些哈。所以那时候那个典型的这个叫创伤后症候群，我奇怪，所以我发现我在里面发呆读书，反而没有压力。他在外面他要面对媒体啊，还有记者跟监啊什么的哈，然后那个媒体讲一大堆。他不看也不行，所以我说我在坐牢的时候，我都没有买电视，也没有买收音机，干脆都不要看了。坐牢可以听收音机，可以看电视吗？要申请啊，也可以，因为申请到现在要1个月嘛。我每次在想说，我下个月还会在这里吗？所以我就没买，结果被关了1年。不错啊，就是你当时认为不会那么久，就是。我想奇怪，因为从申请到现在要1个月嘛。我想说，我下个月还会在这里吗？我说民进党不会这么狠吧？这竟然被关了1年吧？那你有没有想到民进党这么狠？但民进党就这么狠，你怎么看？所以后来有那句名言啊，请不要低估民进党无耻的程度啊。大概就这样。那3月26号会宣判哈，那你被检察官求刑很重，28年6个月是很重的，对啊，而且还褫夺公权10年哈。那你自己有没有预测或跟律师讨论过，大概法官会怎么判？我也不晓得，这个无法预测。其实我跟你讲，那个28年6个月还不可怕。我今天早上还特别拿那个笔来计算。我跟你讲哦，他那个罚款，我现在交保金是7000万，罚款是5000万。然后他说那个贪污所得要没入1710万，对，1500再加210万嘛，说1710，1710万。还有哦。那个木可的营业额6234万，这叫公益侵占，因为那木可的钱要算是
政治现金哦，所以这个要没入，还有众望，这个有827万哦，另外加上还有一个政治现金600万，这是台北地院的，我监察院那边还有，那边还要再没入5579万，我说这不是一罪二罚吗？哦，另外还有罚款呢，罚款本来300多万，现在变成274万，因为那个什么不到20岁的啦，捐超过10万块的啦，零总加起来，还有那个什么，我现在知道说，原来捐钱到报账不可以超过15天的，因为我选总统的时候，我那个政治现金账户捐给有18万笔耶，每一笔这样抄一下，他每一笔给我花2万，我要加有274万，很多小额捐款啦，对吧？哇，这捐的越多，花的越多。反正是这样的哦。后来我跟我的幕僚讲，我说这个当 N7 距离无限大的时候 ，N+1等于 N 了。我说我现在身上背这么多钱，我实在是背负这么多这个罚款啊什么的，所以不要紧张，深呼吸，放轻松。不，中国有一句话嘛，再多不愁了。对啊，就 N7 距离无限大。你罚你哪有州？党产会说我欠国家77亿了，你这多少钱？他说因为刘太英跟李登辉那时候把地保仁爱路地保卖掉的，对啊，我们现在赔。这怎么会叫我赔呢？77亿多哦！他们说你晚上怎么睡得着？我说哪有睡不着的？你说我欠7000万，我也许睡不着。你说我欠77亿，我睡得好得很了。不过还好，我这应该加起来应该1、2亿吧？对，那还跟我比小巫见大巫了，没关系了哈，好吧？这个你是说日期刚好凑在一起啦，也不是我决定，就你儿子的毕业典礼，你真的很想去嘛？因为儿子得到博士也不容易，你怎么都不知道他学什么？什么论文看1、2页就看不下去的，是不好意思？那么难吗？那隔行隔神山的，我是医学系的，他是机械的嘛，就做那个什么，反正就是那种地震的、结构的。我很认真的，我看了1页。就算了，不要看了。他学机械啊？那台大那机械研究所，再去日本东京。那跟我同行哈，当然搞力学的，他那个当然是力学的东西了哈。好吧，这个不过我们现在法律规定一审当然你不就算你有罪也不会被关了，因为一到3审还很久了我们的3审大概整个加起来大概10年，我看都不一定下得来了哈。不一定他可以把我切割处理。不过大概没有那么容易的，我觉得时间起码5年以上了，通常不会那么快了哈。那请不要低估民进党务实的程度，好不好？那就算一审不管怎么判，那如果超过10年就不能选举的，你有打算再选吗？我跟你讲，我要先，我们民众党要先撑过2026还不晓得结局怎么样的，所以。解决2028之前，要先解决2026啊。我们现在市议员才14个嘛。你这种阵容怎么选的？太困难了。目标2020里面打，因为县市长比较难嘛。你现在有新竹的张启凯嘛，嘉义，然后嘉义市的张启凯嘛，那新竹的这个高虹安嘛，他应该没问题了哈。那其他地方还有了这主力是议员的，议员对，议员的螃蟹要8只脚啊。你不能螃蟹只有2只，那个不会动，没有用。那你现在14个，你们目标是多少个？有没有算过？当然是越多越好啊。但是有一个目标嘛，30个、40个这样，很难预测，老实讲。不过因为现在还没有截止了，因为那个题目还没有截止。而且我们真的过了浊水溪以南，真的差很多，所以这个大问题。好吧。但是假定说你2020年选得不错，我只是问你个人有没有想要基督山恩仇记，政治上再报复，再选一次这样。我是很看得开的，到时候再讲吧。但是并没有排除嘛。我跟你讲你不讲没事，你一讲出来1审就变10年以上。不会啦，法官审判书已经写好了啦。最后一秒还可以改不容易的，因为他就我们的法官也很辛苦，不一大堆。没有那个Word 只要改2个字就可以，刑期就可以加重是吧？刑期就可以加重减轻了。我跟你讲2点半要宣判，到2点都还可以改的。我跟你讲，真的假的？你会怀疑吗？我不怀疑。真的吗？我知道他们有先写好了但是现在电子比较容易了，对。现在都是 Word 档的吗？比较容易了，所以你最近要比较谨言慎行。不会了，我是很自然的。我太谨言慎行也不像柯文哲。但是你总是心里有一个底嘛，就是说无罪或是会判，但是多少年？其实我也蛮好奇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说3个礼拜前
去那个法务部前面哦，我让大动作抗议的。那我看了3个礼拜，我现在奇怪，我都骂你们骂这么凶，怎么都没有反应？有啊，今天有反应了啊，说不要侮辱司法这样。终于有反应了。今天我看刚刚我来的时候看说你不要污蔑，反正类似这样了。民进党的反应了，你们不要去，不要那地检署跟那个司法部回应了才算呢。这个一下，你如果现在回应是蛮奇怪的，你怎么会这样？比恐龙的神经反应还慢？你到法务部去，等于是要3个检察官评鉴的时候，把你的这个控诉他们的事情放在评鉴里面。以前，马英九3宗案我很清楚嘛，因为我也是证人之一了哈。检察官传我这就是说，我们目标是马英九，你只是证人哦。那我也说不对哦，我说马英九没有问题啊哈。那马英九那时候呢起诉了以后，4个检察官立刻升主任检察官，跟我一样啊，一刻都不停留哦，立刻就升，毫不忌讳啊。我也是一起诉马上都升官了，升官的升官，不办的都全部平调，都调走了。所以这也是大问题了。我看新北市去年大概就几十个，将近100个检察官辞职哦。台北市也是，台北地检署也有很多检察官辞职。那这样会不会变成劣币驱逐良币？会啊，没有这个，所以是这样的。这个请容许我再很严肃的讲一遍，司法是国家最后一道防线，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。司法必须被人民信任，所以司法唯一的目的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。所以司法不可以是政治工具，更重要的，司法不可以是有权力的执政者用来打压反对者的政治工具。所以司法应当是以证据为基础来办案嘛，不是用编故事来定罪的。我都这样在法务部前面这样大啦啦的跟他念，你知道？我奇怪，说3个礼拜了，怎么都没反应啊？我说实在是，你认为他会有？如果反应会怎么反应？他至少要辩驳说我哪个地方讲错啊。后来我问了律师说，我们骂他的，他怎么都没反应？他说我们那个讲都是事实啊，他怎么反应？如果我们现在告你说你是骗票收手、伪造笔录，我讲一大堆，你都不反应，那你到时候是要怎么判哦？问题是判是法官判，不是检察官判。检察官什么？我反正已经起诉你了，管你。你那个起诉的过程理由都。读书读国理论中，好歹我这个医学系的也懂一点的，我这怎么可以这样？好吧，就是说3月26号这下午嘛，好，下午要宣判哈。对啊。那大家也都在看到底会怎么判哈。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。我们现在专访的是民主党前主席柯文哲，柯主席柯前市长哈。好，那柯文哲你有呛说赖清德分裂国家、追杀政敌哈，而且你说我就是最爱演的杂质，好像呢陈佩今天也说杂质哦，对不起。然后呢，因为现在金华城案呢这个宣判倒数嘛，没几天哈，那你呼吁赖清德说总统应该团结国家，不是分裂国家。他那个时候大罢免是要搞团结10讲嘛，讲了4讲，后来就讲不下去了哈。最近他又讲说国民党统治比日本殖民时候还差。对，照理讲不管怎样哈，你做个总统应该团结，讲的话应该团结，而不是伤口上撒盐，然后来分裂分化嘛哈。那我只是好奇哈，就是说理论上呢，按照权力的3角关系哦，所以权力3角关系哦，你看哈，那个大老婆哈，永远是跟这个第3个结合打2的，政治上也是这样，就是说最大的政党一定找这个第3个政党来对抗第2个政党，一定是这样子哈。特别民进党，他第1个还不够半哦，那加了民主党8就过半了嘛，在立法院就攻无不克啊，什么法案都成功嘛。所以当时我想说，赖清德一定会找你们，对，找过没有？没有啊 ，never。为什么？你刚才讲是说正常状态下是，所以我就怀疑赖清德不正常啊。对，这很奇怪嘛。还好，你知道他有希特勒的野心，还没有希特勒的能力，不然我们就惨了。那他就是想一举歼灭啊。对了，他可能想2个了，第一个让你坐牢嘛，我就不需要跟你合作；第2个把国民党罢掉了，就不需要了嘛。哦，那如果他找你会怎样？如果他跟你说，文哲兄，大家来合作嘛，都为了国家安定哈，那就很多事情就支持我们的法案就好了嘛。
那我态度是这样的，你讲的合理，我们都会，我们不会说我一定要怎样怎样。我倒觉得这样嘛，reasonable 合理啊。政治上不是一定意识形态的或看颜色办事嘛，就 reasonable 合理啊。我们一定希望台湾往前走啊。所以我就讲完，就好像军购案，你知道？我说我那时候还跟柯建铭讲，我说你总要。就算你用骗的要诚恳一点的，怎么会2张 A4 纸没有东西，一兆2500亿。我说我们已经付6000亿了，没有拿到东西，而且乘2倍变1.25兆，你好歹也要品相时程，要有个计划书、企划书，什么都没有，这2张纸。我说你这样叫我们怎么支持你？我说你骗的要诚恳一点啊，怎么会是这样？柯建铭怎么回答？没回答，他也下台了，他自己就下台了。不是啊，我觉得民进党已经权力的傲慢，奇怪，你就这样总预算，你这总是政治上有协调、有妥协哈，有谈判，怎么是那种态度啊？而且我现在最怕是那个不附属、不公布、那个不执行，哇，这更可怕。这表示说他喜欢才做，他不喜欢他就不屌你。他整个一个人 override。凌驾整个立法院嘛？哇，这样怎么运作？不是啊，这个你这样干脆把立委退掉就好，所以你就已经摆明了嘛，你喜欢你才做，你不喜欢谁？这样还需要立委吗？是，那怎么办呢？在野党怎么办呢？对啊，我问黄国昌说怎么办？他说法令换来换去，还真的没有办法的，好像我们的政治结构还没有解决这个的方法，所以我也不晓得怎么办呢。那他说他只能等2028。我说你想太多了，2028他民调输了，他一定跟尹锡悦一样，你放心好了。不，行政院长的附属权那是以前，为什么哈？因为以前行政院长是立法院同意，所以等于立法院给他一个间接民意，所以他挟着立法院的间接民意，有时候可以制衡总统哦，所以跟总统讲说，我意见可能不一样。那现在因为已经没有立法院同意权了，对，所以行政院长根本等于是总统的幕僚长，差不多叫你干嘛就干嘛这样子。那这个时候，你行政院长这个附不附属，本来是在对抗总统的，现在变成来对抗立法院，这个不合理嘛？全世界没有这种事情了，但台湾就这样做啊。那怎样？我也听到国民党立委讲啊，资深他说做了20-30年的立委，没有像现在这么挫折，开会那么累，动不动就甲级动员，好不容易通过3读法案，他不附属，那能怎样？那就不附属啊。然后要不然就给大法官解释，现在4个也能开会啊。我不晓得怎么办呢？这大问题了。我觉得所以是这样的，总统是团结这个国家的嘛，怎么会是总统现在带头在搞分裂？我想不通啊。而且尤其你是40%少数总统，照理讲应该更谦虚嘛，应该是想办法把大家联合起来。那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了哈，好吧，橘子啦，大家都在问了哈。因为民进党就说啊，你柯文哲说你没追，为什么把橘子弄回来？哦，那你是说李文忠那个样子？也许李文忠被囚刑也12年多，我刚查一下，囚刑总共加起来15年来的。哦，一个12年，一个好吧，反正加起来蛮多的哈。那橘子他有没有跟你联络？现在我都完全不知道。我天哪，我跟他联络吗？不是，我猜我现在随时都被监听，我才不敢呢。那他如果我们这样讲，假定他回来能够帮你洗刷你的清白吗？还是更加重你的嫌疑？没有，我看他回来只是被抓去关而已。比照李文忠，先关11个月再讲。李文忠是最冤枉的，什么都不知道，竟然被关11个月。那就囚刑那么重啊？他完全没有任何证据哦，唯一的证据就一通简讯，我和市长感谢你，就这样。这样就变成是收贿的证据了。然后什么都完全没有碰。最好笑就是他被关很久，就是连续3个月都没有出庭嘛，好不容易法官叫他出庭，出庭以后跟他讲说我们弄错了，我说你可以回去了。后来就说他你把他关起来，从来不开庭，你在关他干什么的？那其实说因为要关柯文哲，好像不关他不好意思的，就继续关他。没有，我觉得司法不要搞成这样这有些实在是太明显，就是冤狱了。特别是赵干的，那是厉害的。那如果你现在呼吁，民进党常讲嘛，说你叫橘子回来，他回不回来他的事。如果你公开呼吁橘子回来，他会回来还是不会回来？他一定等你们判完，我看一看再回来吧。那因为他现在护照也没有了，什么没有，他在国外也很辛苦啊。我不晓得啊，反正雅我跟你讲，那回来吧。不分青红皂白，一定先送去压起来再讲，一定是这样啊！谁会那么笨的吗？
好吧，这个 TBS 最近做一个新的政党支持度了哈，3个党的满意度都没有破40%，民进党满意35%，国民党满意35%，民众党满意20%，不过民进党掉了4%，要小心哈。不满意其实都差不多，都蛮高的哈。到3个政党哈，信任哦，对民进党信任40%，对国民党信任43%，对民进党信任35%，不信任51%、45%、53%也都很高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他为什么对政党都不信任，或是满意度没有那么高？所以台湾目前真的就是3个政治板块，大概就是这样。澳门小一点就这样。所以喜欢低一点，不喜欢高一点。不过大概就是这个就是目前台湾的现况嘛。蓝绿还有一个灰蓝灰绿的这样。那民众党是一个小党哈，因为我以前这个组织过新党，也知道哈，尤其在现在的这个选罢法之下，哦，因为以前还多选嘛，立委还可以一个选区选几个，你只要10%、20%，现在基本上过半哈。那议员比较不一样，议员比较是复选哈，另外就是不分区嘛哈。那你怎么样在这个小党在2大党国民党、民进党之间要能够生存，又不能失去自己的主体性？但是如果你太坚持自己的主体性，你什么都通不过哦，你还必须要合作。在这个状况下，到底该怎样？那就是目前这个样子啊。所以我也问过黄国昌，我说啊，你在立法院怎么好像跟国民党走得很近？他说我们民众党要通过的法令，没有国民党支持也不会过啊。所以一定要合作。那所以他自己很关心的那个什么国会改革方案啊，还有那个什么不法官说法，有些他很希望过的法令，你没有国民党投他的票，他也不会过啊。那所以现在看到的就是目前台湾的政治板块的下的运作。你要人家帮忙一样嘛。所以有时候还是要合作。其实应该是理论上应该是3个党都可以用这种合作啦，妥协的这种态度。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民进党把我们反正就把绑在一起打嘛。所以有时候开玩笑说，已经我们被打到变唇亡齿寒，你知道？后来变成抱团取暖。民进党如果态度改变了，听你这样讲以后，好吧，跟你们合作，很多事你们要什么来合作，那你们会怎么样？我们当然先观察一下他们在干什么。真的还假的？但是但是这样的，我觉得是这样的哦，要转弯也蛮困难的。所以很多事情是不应该做的。一做像那个大罢免，你知道，我有机会跟国民党的立委讲话，就知道，那你大罢免这样搞他，那你现在期待人家笑容可掬、和蔼可亲，然后我会充分配合，你怎么会是这样期待的？所以我们也是开玩笑说，现在我们家最讨厌民进党的不是柯文哲，是陈佩琪。你太太很有个性的。我很有个性。我回家，你知道，我妈妈只是不讲话而已。我发现我妈妈，我就问嘛，你觉得柯妈妈现在会喜欢赖清德吗？怎么可能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在讲，真的就是那一句啊，赖清德为什么会把国家搞得四分五裂啊？对，你觉得为什么这样？照理讲，一个既然已经当选了，再怎么样，尤其少数中人，应该把国家团结起来，往前大步走。到现在为止，也看不到他做了什么正经事情，也没有。对啊。This is a good question。这个，所以这个是这样的，这有时候真的是偏执。所以意识形态蛮可怕的。我一直觉得意识形态很可怕，很可怕。所以可以毁掉一个国家的，不是什么天灾啦、瘟疫啊，可以毁掉一个国家的是疯狂的领导人。接下来再回来。对啊。